女孩从小就力大无穷，只是因为钓不上鱼，她就搬来一块重达万斤的石头扔进池塘，池塘里的鱼瞬间被炸上了岸。这时师傅听见动静赶了过来，看着自己用仙丹精心喂养的鱼被徒弟糟蹋，师傅气愤的决定将他赶下山，还说不赔自己88万就别想回来。女孩突然想到表姐今天正好结婚，于是决定下山找表姐帮忙。殊不知另一边表姐的总裁未婚夫拒绝父母安排的联姻，一把将婚书撕得稀烂。少爷，撕了婚书要遭天谴。总裁却说这纯属封建迷信，不料话音刚落，只见总裁的豪车突然自发启动，拖拽着总裁不受控制的往前滑行。哎，少爷，前面就是悬崖，你快松手啊！眼看总裁马上就要跌落悬崖，这时一个女孩突然从天而降，只是轻轻一掌就将失控的豪车逼停。岂料总裁由于惯性被甩了出去，下一秒女孩稳稳地抱住了总裁。总裁猛然间回想起当年自己被仇家追杀，白月光也是这样出现，一拳击退敌人，将自己救下。总裁莫名的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助理赶了过来，两人疑惑刚刚究竟怎么回事。正当总裁转身要感谢女孩的时候，却惊讶地发现女孩已经消失不见，甚至刚刚撕碎的婚书竟完好无损的出现。这娃娃亲恐怕是躲不掉了。哎呀，少爷，其实老夫人早就帮您算过了，说您命格克妻，只有这娃娃亲的对象最适合你。你要是不从的话，恐怕会一直倒霉下去的。可总裁只想娶小时候救过自己的白月光，为了躲避老夫人安排的婚礼，总裁让助理谎称自己出车祸摔成了植物人，以此逼迫联姻的裴家自动退婚。而另一边，总裁的未婚妻得知自己要嫁给一个残废，瞬间就不乐意了。未婚妻一家这才后悔莫及，当年是自己家贪图总裁给的巨额彩礼，这才让女儿冒名顶替表妹嫁给了总裁。没想到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就在三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女孩恰在此刻来到了宴会厅。表妹，原来女孩才是几人口中总裁真正的联姻对象。为了让表妹嫁给残废的总裁，看着饥肠辘辘的女孩，心机表姐当即用鸡腿引诱她，舅妈则一把将头纱盖在女孩头上，告诉女孩只要能盲眼找到鸡腿，大鸡腿就归她了。由于女孩从小被送给山上的师傅抚养，与世隔绝，从未见过如此美味的女孩，想都没想就顺着气味被骗到了台子上。而刚刚到来的总裁老夫人误以为女孩就是自己的儿媳妇，拉着女孩的手安慰女孩，日后嫁给自己植物人的儿子，自己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来吃鸡腿的，妈以后天天给你做鸡腿吃。看着连婚纱都不穿的新娘，隐藏身份混入宴会厅的总裁误以为裴家嫌弃自己是植物人，故意以此来羞辱自己，发誓洞房花烛夜定要让新娘百倍偿还。晚上总裁伪装成植物人躺在床上，